穿越火影世界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收卡卡西的血轮眼，成就独一无二的双神威。我清楚的知道，双神威就是火影中最强最无解的瞳术。有了双神威，哪怕是辉夜，我都有一战之力。此时的我缓缓睁开双眼，怀中抱着正在逐渐失温的灵，我脸上闪过一丝茫然。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不是在家看火影忍者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我捡起脚边的苦无，轻轻划在脸上，刺痛清晰无比的传来，也让自己意识到这个惊骇的现实。这竟然不是梦，我真的穿越了，还穿越到刚失去灵的带土身上。就在这时，漩涡白绝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：“带土，你没事吧？”我怔了片刻，回应道：“我没事。”作为一个二次元兼网文控，我很快就接受了现实。白绝摊了摊手，语气随意道：“既然没事，那就回到班大人身边去吧。”我自然明白这一切都是班安排好的，只是为了让带土回到他身边，成为复活班执行月之眼计划的忠实傀儡。但可惜现在站在这里的不是可怜的带土，而是一个刷遍火影熟知所有剧情的穿越者。我绝不会像带土一样被班算计，最终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。我低头看向怀中的灵，轻声道：“对不起，灵，我不能创造一个有你的世界了，因为只有你的话是远远不够的。”想到这，我便发动神威，将灵的身体吸进了神威空间。紧接着，我看向不远处趴在地上昏睡的卡卡西，他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。我起身走到卡卡西身前：“你不是宇智波一族，根本承受不住万花筒的力量，我帮你减负好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我便将卡卡西的左眼拿了出来。这只眼睛原本就属于带土，如今物归原主，天经地义。我可没有带土那样的精神洁癖，白白放弃这唾手可得的力量。这眼睛里寄宿的可是火影最无解的万花筒瞳术。我学着班的样子，将眼球直接塞入左侧空空的眼眶中，得益于体内的柱间细胞，眼球很快与神经连接融为一体。我再次睁开眼，视野变得无比清晰，力量也在不断的涌出。正如班所说，不管是血轮眼还是轮回眼，唯有集齐一双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，我激动不已，却还是强行压下这股情绪，毕竟还有一关等着我过。与此同时，地下基地中，班坐在魔像前的石椅上，我也在漩涡白绝的带领下来到了他的面前。我要将这世间的因果斩断，为此我回来了。我学着带土的口吻，面色平静地说出这句台词，但内心却紧张至极。毕竟我的做法和原先的带土略有不同，也不知道这个老狐狸能否看出端倪。班审视了我良久，缓缓开口：“台词和原著分毫不差，没被其他人发现吧？”听到这话，我悬着的心瞬间放下一半。这时身旁的白绝连忙补充：“看到的只有我，带土把所有的敌人都杀光了，所以没问题。”但他似乎不想对卡卡西下手，只是挖了卡卡西的眼睛。木叶的增援赶到时，他正捂着眼睛失神呢。班深深地望着我：“你不忍心对曾经的同伴赶尽杀绝吗？”我双手一摊，满不在乎道：“对方是死是活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在我即将创造的世界，有卡卡西也有灵，告诉我怎么才能创造梦中的世界。”见到这一幕，班彻底相信了我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救世主。看着我的眼睛，班的血轮眼转动，将我拉入了幻术空间。紧接着，班就和剧本中一样，将石尾、外道魔像、无限阅读、轮回眼一五一十地告知了我。虽然早就知道这些事情，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听他说着。离开幻术空间后，班将苍老的手放在一旁的白绝身上：“我会把宇智波的禁术、六道之术还有阴阳遁术全部传授给你。”话音落下，白绝半边身子骤然变黑，黑绝就此诞生。班将所有术式传授完毕，便将连接自己的外道魔像管子切开，随后便瘫坐在石椅上。好了，去吧，在我复活前的这段时间，你就是宇智波斑。我盯着斑，直到他咽气为止。斑，你就安心去吧，复活你是别想了。月之眼计划是不会实现的，但我会收集尾兽，复活石尾，化身石尾人助力。这时黑白绝走了过来，带土开始班大人的计划了。先到鱼隐村找到长门，培养他的轮回眼，为复活班大人做准备。我明白，不过顺序要变一变。下一秒我便打开万花筒，瞬间就将黑绝吸进了神威空间。紧接着我也闪身进入空间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可是班大人的义指。我嗤笑一声，语气满是嘲讽。你这个人演技还怪好的，连班都给骗了过去。你是个球的宇智波斑的义指，我看你是辉夜的义指才对。你篡改了宇智波的石碑，诱导班进行月之眼计划，目的就是为了复活你的母亲大筒木辉夜。听到这话，黑绝一脸惊恐。你为何会知道这些？你绝对不是普通的小鬼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会死在这里。我双手结印，沉声道：“火遁！”暴风乱舞，熊熊火焰朝着黑绝席卷而去。只见黑绝发出痛苦的惨叫，可他毕竟是辉夜的意识，没那么容易被消灭。他对着漩涡白绝怒吼道：“白绝，你还不快阻止这个混蛋！”我冷眼看着眼前这一幕，目光淡漠地对着漩涡白绝开口：“现在是你站队的时候，一旦选错，后果你最好考虑清楚。”白绝沉默许久，缓缓开口：“我只在乎变异是什么样，如果你愿意告诉我，我就站在你这边。”可以，我不仅告诉你变异是什么，还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形成的。一言为定。在变异的诱惑下，白绝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我这边。黑绝见状，只能气急败坏地怒吼：“你们两个混蛋！我近千年的谋划，竟然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鬼给识破！”话音刚落，我与白绝同时出手，合力将黑绝彻底抹杀。紧接着我便离开了神威空间。方才的异变早已惊动了在外待命的所有白绝，无数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我。我暗自戒备，一旦情况有变，我随时准备遁入神威空间。这时白绝主动开口：“
我们白绝都是心意相通的，况且我们本来就不喜欢斑，他称我们为低劣的人造人，从未正视过我们。我松了口气，低声感叹：阿飞，你果真是个好孩子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并没有离开山洞，在白绝们的指导下学习着查克拉的使用方法。在山洞深处，我找到了斑用于存放生物的器皿，将灵的尸体保存其中。就这样过了半年，虽然现在的力量让自己面对影击都丝毫不惧，可若是对上6道层次的存在，我依旧底气不足。想要抗衡6道尸尾是必须的，而复活尸尾必须依靠轮回眼。长门那里虽然有一双现成的轮回眼，但那双轮回眼的原主毕竟是斑，如果不想造成莫大的负担，就只能移植一只。那样做就等同于舍弃一只眼睛的神威。比起移植这种急功近利的方法，还不如自己去进化。当务之急是要获得完整的筑间仙体。我抬头望向魔像上的那具筑间人造体，根据白绝的描述，那人造体没有意识，却是还原度最高的，已无限接近筑间本体。斑曾经将筑间的肉块移植到伤口后，便获得筑间一部分力量，晚年更是开启了轮回眼。但我的胃口比斑更大，我不要一部分，我要全部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要讲究方法了。毕竟筑间的力量难以驾驭，现如今唯一能帮我的人只有那一位了。白绝，大蛇丸在什么地方？大蛇丸在火之国南部森林，他在那边有个秘密据点，不过他近期似乎有转移据点的打算，那就赶紧去见见他吧。南部森林，我躲在暗处观察着大蛇丸。这个时候的大蛇丸还没有叛逃，潜藏在村子中，潜心于人体实验。此时的大蛇丸正在与兜进行交流。突然他察觉到了什么，袖口一抖，数条蛇手朝我袭来。我直接开无效化了大蛇丸的攻击，不愧是传说中的3人。我毫发无伤地从烟尘中走了出来。大蛇丸单手掐腰看着我，你绝非木叶暗部，报上你的名字。我抬起头将血轮眼展示给了大蛇丸。大蛇丸眼睛一亮，宇智波的眼睛真是幸运，送上门的血轮眼我就收下了。话音未落，大蛇丸发动瞬身术，一只手探向我的左眼，可他的手径直从我身体穿透。大蛇丸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。大蛇丸大人小心身后。在都提醒的瞬间，我的手已搭在大蛇丸的肩膀上，万花筒血轮眼缓缓转动，空间之力瞬间笼罩其身。大蛇丸身形剧烈扭曲，察觉到空间之力，他毫不犹豫其肉身，双腿化作蛇尾向远处窜去。拉开距离后，他面色凝重，如临大敌般死死盯着我。我看着手中干瘪下去的皮囊，果然非常棘手，没那么容易抓住。大蛇丸忌惮又尊敬地看着我，你的眼睛似乎不是普通的血轮眼，竟然开启了万花筒，而且是时空间的能力。宇智波一族何时出了你这样的人物？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沉吟片刻，淡淡开口：宇智波羽。那么宇君，你对我了解多少？我知道你一直在进行实验，开发名为咒印的力量。你对我了解如此之多，看来真不能让你活下去呢。他暗中向斗地去一个眼神，这时都突然发起偷袭。查克拉在他手中化作手术刀，刺向我的后心。我目视前方，一脚踹在其腹部，都狼狈地摔在地上。大蛇丸眼中金色更浓，都虽是医疗忍者，但战斗力堪比上人，竟被对方仅凭体术轻松碾压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看来你并不打算和我好好谈谈，我绝不会把我的研究成果交付你这样的危险人物。下一秒，大蛇丸双手结印，手里剑影分身，无数把飞剑铺天盖地的朝我袭来。我再次使用神威身体虚化，大蛇丸目光一凝，瞬间摸清我的能力。我身体可以虚化穿透一切攻击，但若是想要攻击他人，就必须实体化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召唤那位大人了。大蛇丸咬破手指，单手按在地上，风铃术万蛇，烟雾散去，只见万蛇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。该死的大蛇丸，对付区区一个人类，也敢把本大爷召唤出来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吞了你？大蛇丸面色凝重，当即说道：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类，此人拥有血轮眼，会使用相当棘手的瞳术，单凭我一人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万蛇闻言重新审视我一番，你的眼睛确实不一样，给本大爷十分讨厌的感觉。大蛇丸事后给我送来100个祭品，否则我连你一起吞。话音未落，庞大的身躯暴冲而出，我高高跃起，轻松躲过万蛇的撞击。火遁，好火球之术，火光散去，出现一张被烧糊的空壳。我目光微凝，低声道：本体潜入地下了吗？你们两个倒是行事风格一模一样。下一秒，万蛇破土而出，我侧身闪开，双手结印，土遁，土龙枪，尖锐的土炎接连刺出，万蛇瞬间遍体鳞伤。大蛇丸见万蛇受伤，立刻结印，只见无数毒蛇快速朝我冲来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用那招了。下一秒，我直接化作参天巨木，将冲来的蛇身尽数捣碎。大蛇丸彻底惊呆，木遁，你竟然拥有宇智波和千手两方的力量！就在这时，受伤的万蛇怒骂道：混蛋大蛇丸，下次你要是还活着，本大爷再给你算这笔账。话音刚落，万蛇化作一阵白烟消失不见。我没有给大蛇丸丝毫喘息机会，双手结印，死死锁定大蛇丸的右臂。神威，空间扭曲，只见大蛇丸的右臂被生生撕裂，卷入异空间之中。大蛇丸捂着空荡荡的断臂，正要施展替身术恢复手臂。我冷漠开口：你可以吐出一个崭新的自己，但下一次这瞳术会拧断你的脖子。闻言，大蛇丸停止了一切反抗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初代火影千手柱间不是低劣的复制品，而是其真正的力量。听到这话，大蛇丸浑身颤动，垂下头颅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试图接近那领域的不仅我一个人。毫无疑问，你已经走在我的前头了。既然我们的目的相同，宇君就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好了。随后，我带着大蛇丸与斗一同返回地下基地。踏入洞窟的那一刻，大蛇丸看向前方，神色震撼到了极点，眼中充满了对世间真理的狂热。这力量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来这里真是个正确的
选择。大蛇丸看到那副初代火影的人造体了吗？我想和它融为一体，你有办法吗？大蛇丸瞳孔一亮，当即向我讲述了2种融合方式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人造体架在你的身上，但这种方式存在极大的缺陷，不仅无法发挥筑间体的全部力量，还极易遭到细胞反噬。我知道大蛇丸没有说谎，团藏就是用的这种方法。他与佐助一战耗尽查克拉后，直接被初代细胞反噬了。那第2种方法是什么？提取筑间原生细胞植入体内，依靠细胞自主增殖分裂，逐步取代原本的细胞，但这样会承受破茧的痛苦，成功率近乎为0。那第2种办法若是成功呢？忍者之神的传说将会再度现实。我沉吟片刻追问道：风险暂且不论，你有把握提取出最完美的原生细胞吗？若是有一枚特殊影子，便能做到100%完美融合。可惜那枚影子早就消失了。影子？什么样的影子？就是当年筑间细胞实验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婴儿，我将它遗弃在设备中，应该早就夭折了吧。听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，搞了半天影子说的就是大河啊。原著中那个婴儿被团藏误打误撞救下，收归根部培养，代号甲，如今仍身在木叶。团藏啊团藏，你一生造孽无数，倒是无意间做了一件好事。想到这儿，我告诉大蛇丸，影子的事情不用你管，我会解决这个问题。正好我也该去一趟木叶，把那枚影子回收。话音落下，大量白绝从四面八方涌出，都立马拿出苦无戒备着。都不要紧张，宇君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不会无礼的。这些是绝，是他的朋友兼帮手。一名白绝走上前，语气直白：我们已经把你们分散在外的所有实验器材转移至此，你们无需有任何后顾之忧。但我提醒你，大蛇丸，我们听闻过你的所作所为，你若是敢动什么歪脑筋，休想活着走出这里。大蛇丸满不在乎地对我做了保证。我微微一笑，吩咐道：绝，带大蛇丸和他的助手去他们就寝的房间吧。安排好一切后，我抬眼望向木叶的方向，是时候回一趟木叶了。木叶村根部，此地常年笼罩在昏暗阴冷的色调中，正如这个组织的性质永远见不得光。什么人？看着眼前2名佩戴面具的忍者，我直接催动写轮眼幻术入侵2人脑海，告诉我甲在什么地方。地下2层训练室。近期有没有外出执行任务？没有。我心中暗忖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为杜绝意外出现，我继续追问：团藏在哪里？团藏大人外出了。我稍加思索，瞬间了然。这个时期的团藏和大蛇丸暗中来往密切，此番外出应该是前往大蛇丸在密信中透露的新据点。幻术解除，2名忍者瞬间瘫倒在地。我漫不经心地向着根部深处走去。我的闯入画面早已被监控室内的根部忍者尽收眼底，全员警戒，有入侵者。留守根部的忍者迅速集结，所有人全都面色不善地盯着我。下一秒，无数苦无和手里剑朝我射来，我轻抬眼皮，直接开启神威无效的攻击。这匪夷所思的一幕让在场所有根部忍者神色骤变。人群中一名忍者若有所思地低声分析着，物理攻击无法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，但我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查克拉。话音刚落，他结出奇特手印，瞄准我的背影。刹那间，我的身躯猛地一震，意识空间内浮现出一道陌生人影。我瞬间辨认出这招山中一族的新转身秘术。就在这时，根部成员群起而攻。遗憾的是，所有攻击再次被我无效化。我嘴唇勾起一抹冷笑，你们确实有几分本事，只可惜你们遇到的人是我。话音刚落，我双手结印，火遁，龙炎放歌之术，4条狂暴火龙席卷四方。在这全方位无死角的火遁下，本应该无人能够幸免，但却被根部擅长水遁的忍者及时抵挡。风怎么回事？他的精神力异常强大，我的新转身之术仅数秒就被解开了。风再施展一次新转身之术吧，趁他露出破绽，我一瞬间就能干掉他。我将几人的密谋尽收眼底，只觉得十分可笑。我催动万花筒，死死锁定名为风的忍者。神威，空间扭曲，只是一瞬间，那名忍者便身首分离。与此同时，我轻易规避掉另一人的偷袭，抬手按住偷袭者的肩膀，右眼释放漩涡，将他吸入神威空间。神威可以无视一切物理攻击和忍术，却对精神力秘术束手无策。看来今后面对山中一族这类特殊能力忍者，必须多加戒备。我扫过剩余的根部忍者，将目光锁定在人群后方的一名忍者身上。我迈开步子朝他的方向走去。你的故事到此终结，假乖乖跟我走吧，兴许还能少受些苦头。大河满眼难以置信，不愿束手就擒，当即催动木盾直直朝我攻来。我抬手展开须佐能乎，挡下所有攻势。解除须佐能乎的同时，我反手施展出木盾，将大河死死束缚。我将昏厥的大河扛在肩上，看着破烂不堪的根部和手足无措的根部忍者，再见了。话音刚落，我便带着大河离开了根部。木叶外围森林，我之所以不用神威马上回去，是想在更多的地方用写轮眼标记时空坐标，方便来回跳转。原著中后期的带土正是凭借踏遍忍界的足迹做到神威自由穿梭。这时白绝突然开口询问道：为什么不顺手把九尾一并带回？我随口解释，事情要一件件去做，一口气吃不成胖子。况且此刻的木叶实力不容小窥。也是，反正九尾人伫立灵盆还有半年呢，等封印再松动一些再下手不迟。说是那么说，其实我有自己的原则，我绝不会像原著带土那般对身怀身孕的孕妇出手。等九心奈生下孩子，我再堂堂正正出手将九尾捕获。即便抽离尾兽，九心奈同样会死，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标记的差不多了，也该回去了。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动静，林间靶场前，2个让人眼熟的身影映入眼帘，那是宇智波鼬和宇智波止水。此刻的止水眼眸中正呈现出3勾玉血轮眼，我眼睛不由得一亮，瞬身止水。宇智波一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幻术天才，7岁开眼，短短1年便淬炼出3勾玉。突然止水似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抬头朝着我这边望来，我不动声色，悄然隐匿于树盟阴影之中。哥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应该是我的错觉。隐匿在暗处的我心底低语：止水，我会耐心等着这双眼睛，因为你有让我等待的价值，唯有你的别天神才配与我的神威相融。铸就一
双空前绝后的最强永恒万花筒写轮眼，穿越火影世界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收卡卡西的写轮眼，成就独一无二的双神威。我清楚的知道，双神威就是火影中最强最无解的瞳术，有了双神威，哪怕是辉夜我都有一战之力。下一秒，我开启神威身形意识，便回到了基地。随后，我将大河从神威空间释放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大蛇丸走了过来，没想到这个孩子竟然还活着，还被团藏那只老狐狸留在身边。宇君，你真是雷厉风行，竟能从根的地盘将这孩子带出来。这些都不重要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这尊外道魔像是培养铸剑人造体的器皿，将影子放入其中，就能完成最终的催化与融合。大蛇丸话音刚落，几名白绝从地底悄然钻出，将昏迷的大河拖入魔像之中。只见魔像上方内附铸剑人造体升腾出大量烟雾，与此同时，大量的树木从四周山壁破土而出。我目光灼热地看着这一幕，我知道这具铸剑的人造体已达到十全十美，和铸剑本体没什么两样。我收回目光，看向大蛇丸，我已经帮你将样本完善，你必须给我一份满意的答卷。提取初代火影千手铸剑最完美的原生细胞，我有预感这将会是空前绝后的完美作品。当然，这需要时间，你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完成？1个月。这期间我会不眠不休，寸步不离。萃取过程需要极高的精度，稍有不慎便会功亏一篑，所以这期间我不能受到任何打扰。只要你不动什么歪心思，其他的你都不需要担心。说完，大蛇丸便将铸剑体放入萃取装置中，我则在基地四周布置下多重结界，确认万无一失后，我站在外道魔像前沉默不语。大概3个月前，外道魔像曾凭空消失过一次，片刻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。通灵外道魔像吗？看来长门那边已经彻底觉醒，即便没有我的介入，鱼忍村那边的事情依然会发生，只不过这一次没有了带土的暗中接应。此刻的长门和小南恐怕已经被半藏和木叶的追杀部队逼入了绝境，这样下去他们必死无疑。在我开启轮回眼之前，想要收集尾兽复活尸尾，还是要依靠长门和小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等长门再次召唤外道魔像时，出手救他一命，再将他彻底收为己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道魔像周身泛起微弱的查克拉波动，我眼神一凝，立刻催动神威与外道魔像产生共鸣，强行打开了通往鱼影村的时空坐标。鱼影村战场，只见半藏举起镰刀，对着长门和小南说着什么。我穿过空间漩涡，抬手挥动宇智波团扇，将镰刀挡下。半藏瞳孔骤缩，与我拉开距离。他看到我的万花筒写轮眼，瞬间便移开了目光。这位被称为半神的男人，拥有极强的战斗本能，深知不与宇智波的写轮眼对视是最基本的交战准则。我心中微微一惊，这份战斗素养果然名不虚传。只见半藏双手结印，人法地藏咒，地面涌出紫色的毒液，躺在地上的忍者瞬间消失不见。小南搀扶着长门，可毒液很快就要波及二人。我一眼便看穿了半藏的意图，他想用毒液将我和长门二人一起解决。我直接召唤出须佐能乎，将小南和长门一同护在其中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该死在这种地方。你还没有发挥出轮回眼真正的力量。回到山椒鱼头顶的半藏死死盯着我，万花筒写轮眼，须佐能乎，小组织里竟然还藏着你这样的人物。话音未落，半藏再次结印，火遁起爆大炎阵。我用写轮眼扫向四周，周围竟埋了不下1000张起爆符。这个形态的须佐根本无法承受。就在爆炸袭来的瞬间，我心念一动，须佐能乎瞬间进化至第2形态，通体覆盖铠甲的巨人手中凝聚出一把巨大的手里剑。半藏瞳孔猛地一缩，我低喝一声，须佐能乎将手里剑抛出。半藏见状，立刻操控山椒鱼急速后撤，可手里剑还是击中了山椒鱼的身躯，恐怖的空间扭曲之力使山椒鱼发出惨叫，巨大的身躯化作漫天雾气。不等半藏反应，第2把神威手里剑紧随其后，沿途的鱼影村忍者慌忙逃窜。半藏眼神一凛，似乎找到了应对之法，双手结印，土遁土路归来，一块巨大的岩石拔地而起，挡在了神威手里剑前方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第1把手里剑的影子里竟还藏着第2把神威手里剑。这一次手里剑精准命中了半藏，在空间扭曲的力量下，他的身体化作泥土。土遁影分身吗？那本体就只能在我脚下了。话音刚落，我立刻神威无效了地底的偷袭，是时候画上句号了。我双手结印，怒遁地狱之乱，数条藤蔓从地面升腾而起，将此地的鱼影忍者全部绞杀。不过10几秒，战场彻底安静了下来。半藏也被木遁重创，眼神无比忌惮地望着我。你是我山椒鱼半藏，生平难遇的强者，你的实力凌驾于当年的木叶3忍之上。报上你的大名吧！我掷地有声地告诉他，宇智波羽，你的大名我记住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山椒鱼半藏将是你为与我并驾齐驱的存在，你的名字将从鱼影村传遍5大国。话音落下，半藏发动瞬身术消失在我的眼前，穿越火影世界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收卡卡西的写轮眼，成就独一无二的双神威。我清楚的知道，双神威就是火影中最强最无解的瞳术，有了双神威，哪怕是辉夜我都有一战之力。我的呼吸也微微急促，与巅峰期的半藏交手，绝非想象中那般轻松。但这次交战也让我更加确信一件事，万花筒的潜能比我预估的还要恐怖。仅凭借第2形态的须佐能乎，就能在号称忍界半神的半藏手中占据上风。至于第3形态的鸦天狗须佐能乎，眼下又有谁能让我用出来呢？我解除须佐能乎，看向长门，只见长门用狂热的目光望着我，难以置信，你竟能伤到那个半藏。若能掌握轮回眼真正的力量，你也可以做到，甚至比我做得更好。长门瞳孔颤抖，喃喃道：轮回眼真正的力量吗？我抬头望向天空，沉声道：拥有轮回眼，你不仅可以通灵外道魔像，还能使用6道之力。像你之前也可以偶尔做到的弹开攻击、吸收忍术，都只是6道力量的冰山一角。只要你精准掌控这份力量，定向延伸，便可进入6道的领域。长门抬手按着自己的眼睛，低声道：你比我还要了解我的眼睛，要是能早点遇到你就好了。迷眼
和大家兴许就不会死了。我还是庆幸自己是在迷燕死后过来的。这个时期的长门更敏感、更无助，也更渴望力量，从而更加容易掌控。于是我不动声色地铺垫起来，先告诉迷燕他们可以复活。紧接着我又说道：凭借你的轮回眼，忍者世界也可以实现和平。在他们逐渐相信我的说辞后，我才切入正题。你要熟练掌握轮回眼的6道之术，这可使你自身立于不败之地。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建小组织，收集并利用尾兽的力量。是那种传说中巨大的查克拉魔兽吗？是的，9只尾兽本是一体，是6道仙人临死前将他们的力量分割，希望后世有人能驾驭这份力量，为世界带来和平。你是仙人转世拥有轮回眼，从出生那一刻便带着这份重任。如果你感兴趣，我可以告诉你更多。我感兴趣，请务必告诉我。跟我来吧，我会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告诉你的。说完，我开启神威，将长门和小南一同吸入神威空间。数日之后，一座高塔中，我看着彻底脱胎换骨的长门，又看了看身旁的小南和面无表情的天道佩恩。处理好长门和小组织的事后，便离开了。我决定在大蛇丸实验完成前去搞点钱。我可以不用钱，但我不能没有钱。虽然忍者赚钱的方式很多，但自己大多数都不太喜欢，索性就借鉴角都的赚钱方式，狩猎悬赏名册上的忍者，去换金锁换取高额报酬。终结之谷，我坐在地上等着白绝。这时白绝从远处缓缓走来，你真是闲得找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。说着将一本悬赏名册放在我手中，我随手翻开悬赏名册，没想到在最后一页看见了自己的名字。半藏果然言出必行，说我的名字会传遍5大国，没想到这么快。现在不少忍者都在打听你的事情了，包括5大国的暗部。无所谓，任何挡在我前进道路的敌人，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所以今天的倒霉蛋会是谁呢？我手指一点，就他了。木叶叛人北界，赏金1600万。这家伙原本是木叶上人，1个月前暗杀火之国大名失败后叛逃，此刻正在被木叶暗部追杀呢。他目前在什么地方？运气不错，就在你上次标记的森林里。那还等什么？去拿走这1600万吧。话音未落，我开启神威，消失到终结之谷。森林深处，我开启血轮眼观察四周后，很快就找到了目标痕迹，还顺便找到了一个用于迷惑视线的陷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反过来利用一下好了。我随手丢出一把苦无触发的线，连环爆炸响彻在树林中，我也迅速朝着目标方向疾驰而去。在看到北界身影的一瞬间，一把苦无朝我袭来。我看着飞来的苦无若有所思。这种程度的敌人不需要使用神威躲避，正好拿来锻炼我的基础战斗技巧。我反手丢出手里剑击落苦无。北界一脸警惕地看着我，你是跟的人还是暗部的人？都不是，我是看中你这个1600万的人。那你真是不走运，像你一样的家伙，我这一路已经做掉好几个了。话音刚落，北界从原地消失不见。迷彩影之术吗？这种低级把戏在血轮眼面前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身体后仰，轻松躲过飞来的刀刃，随即施展替身术躲开了他接踵而至的剑击。我站在后方的树木上，语气戏谑，好歹也是刺杀过大名的人，虽然失败了，但不至于就这点能耐吧？这话显然戳到了北界的痛处。只见他怒喝一声，无数钢丝缠绕住我的身体，紧接着他双手结印，火遁好火球之术。这一番操作让我有些失望，搞了半天这1600万就只有这种水准。我双臂微微用力，便挣断了钢丝，随即双手快速结印。